大家好，我是李如，今天要跟您聊一个可能救命的话题。您最怕什么病？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癌症，但我今天要告诉您一个扎心的真相：有一种病比癌症更凶险。癌症至少给您时间，让您有机会准备，有机会告别。但这种病能让您一夜之间从一个走路带风的人变成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人，这就是脑梗塞，也叫脑中风。更可怕的是什么？99%的人都以为脑梗塞是突然发生的，就像晴天霹雳，毫无预兆。但我今天要揭穿一个医学界都知道，您却可能从没听过的真相：脑梗塞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它就像一个老练的小偷，进门之前会先轻轻敲门，敲很多次。这个敲门声不是从您的胸口传来的，也不是从您的头部传来的，而是从您的双腿传来的。在您真正倒下的前几周，甚至前几个月，您的腿会拼命地向您发出7种求救信号。但悲剧在于，99%的人都把这些信号当成了老了、累了、走多了，就这样一次次地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今天我把这近30年的临床经验浓缩成您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干货。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年龄在40岁以上，请您一定要看完，因为接下来说的可能会改变您和家人的命运。在告诉大家这7种信号之前，我先分享一个让我至今难以释怀的故事。就在去年冬天，急诊室来了一位患者，姓王，63岁，退休的小学老师，跟儿子一家住在一起。王阿姨身体向来不错，每天早上还会去公园散步，是邻居眼里精神最好的老太太。有一天早上，王阿姨起床的时候，突然感觉左腿没什么力气，站起来差点摔倒。但大概10分钟后，腿又好了，完全恢复正常。她心里想，可能是昨天走路走多了，就没当回事儿。儿子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王阿姨摆摆手说，没事没事，老了腿脚不灵活了。第二天，同样的情况又来了，这次只持续了5分钟。王阿姨反而更放心了，觉得时间越来越短，肯定没什么大问题。但就在第3天早上，王阿姨倒下了。这一次不是10分钟，不是5分钟，而是整个左半边身体完全动不了了。等儿子发现，拨打120送到医院，已经过去了6个多小时。我在急诊室见到王阿姨的时候，她的左半边身体已经完全瘫痪。儿子跪在病房外面哭着问我，李医生，为什么救不了我妈？我只能告诉他，如果第1天您妈妈腿没力气的时候就来医院，她现在还能好好陪着您。这样的故事我见过太多，每一次我心里都会痛一下。如果他们能早一点知道，如果他们能早一点发现，这些悲剧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很多人觉得脑梗塞是运气不好，是突然发生的，其实完全不是。脑梗塞是您的血管花了10年、20年慢慢坏掉的结果。我给您打个最直白的比方，您把大脑里的血管想象成一栋30年老房子里的水管，年轻的时候，这些水管干干净净，弹性十足，水流非常顺畅。但到了40、50岁，这些水管开始生锈了，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一些发炎的细胞，这些脏东西我们医学上叫做斑块，开始在管壁里悄悄堆积。这就是动脉硬化，也就是血管慢慢变窄变硬的过程。脑梗塞主要有2种，第一种叫缺血性脑中风，也就是堵塞型的。水管已经被脏东西堵了7、8成，这时候突然有一个血栓，也就是血液里的小凝块掉落下来，把那一节狭窄的通道彻底堵死了，大脑就断供了。
第二种叫出血性脑中风，就是那根已经生锈、变脆、变硬的水管，再加上高血压这股强大的水压一直冲击，最后啪的一声，水管破了，血液直接漫进脑组织里。我们的大脑是身体的指挥部，精准地控制腿部的运动和感觉是大脑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当通往大脑的血管开始堵塞或者破裂，最先乱套的就是指挥部发出的命令，没办法顺畅地传达到腿部。这就是为什么腿部的异常往往是脑血管出问题的第一张预警单。那为什么脑血管明明堵了几十年，我们却老是错过黄金时间呢？真正的问题不只是高血压，不只是糖尿病本身，最可怕的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判断。脑梗塞有一个最危险的骗子症状，医学上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英文缩写是 TIA。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脑的血管突然堵住了几分钟，然后又神奇的通了。比如说，您突然一条腿没了力气，讲话有点大舌头，眼睛也看不清楚，但过了5分钟、10分钟，奇怪，一切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完全恢复正常。这时候99%的人会怎么想？肯定松一口气，觉得还好没事，可能是昨天太累了，或者没睡好，然后就这样安慰自己，觉得去医院太麻烦，也怕给子女添负担，就故意不去管它了。但各位请听好，这不是病情好转，更不是您运气好，这是您的大脑在向您发出最后的警告。数据非常吓人，经历过 TIA 的人有10%到15%会在48小时内发生真正的完全性脑梗塞，有20%的人会在3个月内倒下。那短短5分钟的不舒服根本不是好了，而是在预告后面更严重的瘫痪。这种虚假的安心感是把无数患者推出黄金救援窗口的致命错误。王阿姨的悲剧问题就出在这里，她不知道前2天腿部的无力其实就是 TIA， 就是大脑在拼命求救。大家千万别被这个危险的骗子信号骗了。在 TIA 这个最后警告出现之前，我们能做什么？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已经变窄的血管不管吧？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脑梗塞有80%是可以预防的。预防的关键就2个字：血管，让血液变干净，让血管变通畅。很多人以为要吃昂贵的保健品，要花很多钱，其实不需要。答案就在我们每天的餐桌上。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等到病了才想起来，而是每一天的选择。绿灯食物这3种要多吃。第一种，深海鱼，比如青鱼、秋刀鱼、三文鱼。为什么深海鱼这么重要？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脑梗塞的罪魁祸首是坏的胆固醇在血管里堆积。Omega-3 能降低让血管发炎的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同时提高血管清道夫，也就是好的胆固醇的含量。它还能防止血液变得太粘稠，让血流更顺畅，大大改善流向大脑的血液循环。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鱼，记得用清蒸或者烤的方式，比油炸更能保护您的脑血管。第二种，富含钾的绿叶蔬菜，特别是菠菜、蘑菇，还有南瓜。出血性脑中风，也就是脑出血，最大的原因就是高血压。我们日常饮食常常吃得太咸，钠摄入太多，身体为了平衡就会滞留水分，血管里的血液量增加，血压就会急剧升高。这就像往已经变窄变硬的水管里强行灌入大量的水，脆弱的脑血管随时可能爆裂。而钾能像磁铁一样把身体里多余的钠吸附住，再通过尿液排出去，自然地降低血压。
它就像一面保护脑血管不破裂的盾牌。有些人会说吃香蕉不假，但香蕉糖分也高，对肾功能不好或者有糖尿病的朋友要谨慎。通过菠菜、蘑菇、南瓜来补钾，更安全有效。第三种，番茄。番茄为什么是红色的？因为里面含有番茄红素，它是目前发现的最强抗氧化剂之一。抗氧化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能防止血管生锈，也就是被自由基氧化损伤。当血管壁被反复损伤发炎，胆固醇就更容易附着在上面形成斑块。番茄红素能直接阻止这个发炎反应，让血管壁保持光滑。大家记住一个秘诀，番茄经过好的油，比如橄榄油煎炒或者煮熟之后，番茄红素的吸收率会提高5倍以上。所以番茄炒蛋、番茄豆腐汤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减、红灯食物这3种要马上留意。就算您吃再多清血管的好东西，如果还是一直吃那些堵塞血管的食物，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第一种，太咸的食物，特别是拉面的汤底、火锅汤底、炖菜、酱菜、腌菜，这些在我们的饮食里太常见了，但它们是造成中老年人脑出血的头号原因。道理前面说过了，钠太多，水分滞留，血量增加，血压飙升。您不经意喝下的那碗热汤，可能就成了引爆脑血管的导火线。第二种，油炸食品，炸鸡排、薯条、甜甜圈，还有各种油炸零食。这些食物里含有大量反式脂肪和氧化变质的油，会直接损伤血管壁，引发全身慢性发炎。更可怕的是，它们会降低好胆固醇，增加坏胆固醇。您每吃一口酥脆的油炸物，您的脑血管就变得更窄一点，更硬一点。第三种，加工肉品，早餐店常见的香肠、火腿、培根，这些食物为了保存和增加口感，添加了大量的钠亚硝酸盐和防腐剂。这些化学物质进入身体，会引发持续的慢性发炎，不断攻击血管壁，让原本有弹性的血管变得又硬又脆。特别说明一下，不是说这些东西完全不能碰，偶尔吃一次没关系，但如果天天吃，那就是在给自己挖坑。健康不是1天2天的事，而是每一餐的积累。您今天的选择决定了10年后的身体。说了要吃什么，不吃什么，这是从根本上保护血管。但很多人还是会担心，我的身体是不是已经有问题了？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自己检查？有的，而且非常简单，不用花1分钱，不用去医院，每天早上只需5分钟就能了解自己的大脑健康状况。这4个动作是我教给我父母的方法，他们坚持了3年，到现在都很健康。明天早上您就可以试试看。第一个动作，从椅子上站起来，早上从床边或椅子上起身的时候，刻意留意一下双腿用力是否均匀，是不是只有一条腿在发力，身体会不会不自觉地往一边倾斜？如果是，这可能是大脑运动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二个动作，闭眼站立，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靠着墙边，闭上眼睛，双脚并拢站立30秒。如果站不稳，身体晃得特别厉害，或者一直有往某个方向倒的趋势，这可能说明大脑负责平衡的功能，也就是小脑或者脑干出了问题。年纪较大的朋友，旁边一定要有人陪着，安全第一。第三个动作，感受脚底的感觉，打赤脚踩在地板上，感受一下双脚脚底的感觉是否一模一样，会不会有一只脚特别冰冷，或者感觉顿顿的，像隔着一层厚袜子在踩地。这是大脑感觉神经发出的危险信号，就像手机信号不好，大脑和腿之间的通话断断续续。第4个动作，走直线，在客厅地板上
沿着瓷砖缝，试着脚跟接脚尖的走一条直线。如果老是走偏或者走得歪歪扭扭，这说明大脑的协调功能已经在下降了。这4个动作从明天早上就开始做，坚持1个星期，您就会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更清晰的感知。健康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是等医生告诉您有问题，而是自己先发现。减，刚刚说的5分钟自我检查法很重要，要每天坚持。但接下来要说的内容更加关键，这不是预防，这是紧急情况。从我近30年的经验来看，99%的患者都会忽略这些信号。我真心希望大家看完今天的内容，如果出现以下这7种腿部信号中的任何一种，千万不要再以为是老了，是累了，结果错过黄金救援时间，造成一辈子的遗憾。请大家牢牢记住这7种信号。第1个信号，突然一条腿完全没有力气，这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早上起床或者平时走路，突然感觉一条腿好像不是自己的，力气一下子全没了，人会直接软脚蹲下去。很多人会以为是关节退化或者太累了。但有个明显区别，疲劳或者关节炎通常是双腿慢慢出现症状，而且会伴随疼痛。但脑梗塞的信号是突然发作，单侧出现，而且不痛。这不是您腿部肌肉的问题，而是大脑控制对侧腿部运动的神经血管堵住了，指令传不下去了。还记得王阿姨吗？她的第1个信号就是这个。第2个信号，一条腿的感觉变得迟钝，像不是自己的。很多患者会这样描述：医生，我左脚脚底好像穿了5层厚袜子，用热水冲、冷水冲，感觉都不明显，掐它也不太会疼。这代表大脑的感觉中枢血流被堵住了，大脑接收不到从腿部传来的感觉信息，就像电话线断了。大脑想听腿在说什么，但就是听不清。很多患者跟我说：“医生，我的脚好像不是我的了。”这句话一出口，我心里就有数了。第3个信号，走路时一只脚会拖着地，或者鞋子老是掉。走路时一只脚会发出刷刷的摩擦声，或者穿拖鞋的时候，那一只脚的鞋子老是甩掉。这不是脚踝的问题，而是大脑控制脚踝抬起的精细指令传不出去，脚踝就会往下耷拉。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垂足。这是脑梗塞非常典型的早期症状，走路也特别容易被自己绊倒，就像遥控器没电了，您按按钮，但电视就是不反应。第4个信号，在平坦的地方无缘无故反复摔跤。地上明明没有门槛，也没有障碍物，可就是老是绊到脚摔倒。家人可能会说，怎么这么不小心？但这不是不小心，而是大脑的本体感觉功能出了问题。什么是本体感觉？它就像大脑里的 GPS 导航，让我们闭上眼睛也能知道手脚在哪个位置。这个 GPS 坏了，大脑就判断不准腿的位置，所以平地也会摔倒。就像导航失灵，您开着车却不知道自己在哪条路上。第5个信号，腿部出现不受控制的抖动或抽动。您坐着好好的看电视，突然一条腿轻微抖动，或者突然抽动一下，这不是抽筋，大脑不只会发出运动的指令，也会发出停止运动的信号。当脑部血流不稳定，这个停止的信号失灵了，腿部就会出现这种不受控制的动作。有患者问我，医生，我的腿老是跳，是不是缺钙？我会反问，跳的时候您能控制吗？如果不能，那就必须警惕了。第6个信号，走路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或者身体一直往一边倾斜，这通常是影响到小脑或者脑干的强烈信号。小脑是我们身体的平衡中心，您会突然感觉天旋地转，但又跟一般头晕或者耳石脱落不太一样。您想走直线，
身体却一直往一边倒，必须扶着墙才能走。这是脑梗塞最致命的症状之一，绝对不能拖。第7个信号，前面所有症状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最危险的骗子信号——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 TIA。前面说的6种症状，腿部无力、感觉异常、走路不稳，突然出现了。可是过了几分钟或者1、2个小时，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完全好了。很多人这时候就松懈了，觉得没事了，就不去医院了。各位，我再说一次，这不是病情好转，这是大脑发出的最后警告。统计显示，10%到15%的人会在48小时内发生真正的中风。症状就算消失了，也要立刻就医，绝对不能等。说了这么多，您可能会问，万一真的遇到了该怎么办？全球医生都在推广一个急救口诀，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版本 ，FAST 加 LF 就是 face 脸，让他笑一笑，观察脸部表情是否对称，嘴角是否往一边歪 ，A 就是 arm 手臂，让他双手平举，观察是否有一边举不起来或者慢慢往下掉，就是 speech 说话，让他说一句简单的话，比如今天天气很好，观察是否口齿不清或者表达不完整。T 就是 time 时间，只要看到以上3种症状中的任何一种，最重要的是立刻记下发作时间，并且马上送医，争取黄金3小时。今天我特别加上 L， 就是 leg 腿部。今天学到的7种腿部信号，就是 L 的具体表现。只要出现了，就说明黄金救援时间已经开始倒数了。打120的时候，请清楚地说，我怀疑是脑中风，他的腿突然没有力气，症状是早上几点几分开始的。准确说出症状开始的时间，是挽救大脑最关键的信息。千万不要因为症状消失了就放松警惕，想着明天再去看门诊，这可能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如果您记住了 FAST 加 L， 请在评论区打出 FAST 加 L， 提醒自己，也提醒他人。我今天把近30年的临床经验都浓缩在了这里，分享给每一位朋友。今天内容的核心归纳成4点。第一，脑梗塞绝对不会突然发生，它一定会透过身体，特别是腿部，提前发出预警。王阿姨的悲剧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第二，7种腿部求救信号，一个都不能忽视。突然没力，感觉麻木、脱脚、无故摔倒、腿部抖动、走路不稳，症状反复出现又消失，任何一个出现都是大脑在向您求救。第三，症状突然出现又消失的 TIA 是脑梗塞最危险的骗局，也是最后的警告。就算症状消失了，也要立刻就医，1分钟都不能等。第四，从今天就开始行动。戒掉堵塞血管的红灯食物，把清理血管的绿灯食物端上餐桌。明天早上就试试那5分钟居家自测法，仔细倾听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我做医生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人年轻时拼命赚钱，不把身体当回事，等真正倒下了，才发现健康才是这辈子最大的财富，但那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说了这么多关于脑梗塞，我想告诉大家的，其实不只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不是没有病，而是对自己身体的觉察，对小信号的重视，对生命的尊重。我最不想在急诊室听到的是家属那句泣不成声的早知道就好了。希望大家和您的家人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遗憾。最重要的是，现在就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您关心的长辈、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们。您随手按下的那个分享按钮，说不定就能拯救一个人，
让他避免终身瘫痪的命运，让一个家庭免于破碎。您随手的一次转发，可能就会拯救一个家庭。大家要记住，健康得靠自己，对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小信号做出及时的回应，这是我们健康长寿和家人朋友快乐生活的唯一途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如，我们下次再见。